而子宮雖然我覺得飛滋係已經唔痛，但係我塊面仲係腫咗，因為佢真係超大粒。咁今日呢條片呢，就係講關於有 PCOS 嘅病人點樣可以去對付不斷變肥，同埋點樣可以盡量透過生活上嘅一啲改變嚟去揾翻你嘅月經。我將佢分咗3個部分嚟講啦。咁第一個部分就係講關於你嘅胰島素啦，第二個部分就係講宮寒呢個問題，而第三就係講你本身嘅體質。你喺中醫嘅角度嚟講，你係屬於咩體質，而去減輕多囊性卵巢綜合症帶嚟嘅問題。喺西醫嘅角度，佢第一個方法會去用去治療呢個月經週期唔準嘅方法，就係俾口服避孕藥你。但係最主要係你第時如果想生小朋友嘅話，你冇理由靠避孕藥去排卵噶嘛。所以呢個其實係最主要，我唔會再去食避孕藥去揾翻個月經嘅原因。咁第一樣嘢我要講嘅係胰島素。咁其實胰島素係咩呢？喺呢張圖你會見到身體嘅細胞就係橙色呢兩粒嘢啦，而黃色呢就係胰島素，紅色就係葡萄糖。胰島素係你身體入邊分泌出嚟嘅，而葡萄糖就係你食任何碳水化合物嘅時候，你嘅身體會將佢變咗做葡萄糖，而令到你嘅細胞吸收同埋提供能量等等。簡單啲嚟講，你身體感應到你血液入邊有葡萄糖嘅時候，佢就會分泌一啲胰島素帶到入你嘅細胞入邊。咁喺正常嘅身體嚟講，呢個係會好自然咁樣發生到嘅。但係大部分 PCOS 嘅患者其實都有胰島素抗性呢個問題，咁就會導致你可以理解嗰啲圖中藍色呢啲鎖匙窿生咗銹，身體入邊嘅細胞嘅嗰個門打開唔到，咁血液入邊就會同時有過高葡萄糖同埋胰島素嘅問題啦。過高嘅胰島素水平其實係會有一個連帶反應，導致你嘅卵巢產生更多嘅男性荷爾蒙。咁當你卵巢入邊嘅男性同女性荷爾蒙失衡嘅時候，唔識排卵就係點解你月經唔準嘅一大成因。而胰島素另一個功用其實係會抑制細胞釋出脂肪。喺呢張圖你可以見到，當你嘅胰島素濃度越高嘅時候，你身體嘅脂肪代謝亦都會下降。呢個就可以解釋到有 PCOS 嘅病人特別難減肥咧，就係因為你胰島素長期處於一個好高嘅水平，令到你身體想去用脂肪嚟提供能量嘅呢一個功能受到影響。所以呢個就係點解我成日喺 Instagram 上面話有 PCOS 嘅病人唔好食咁多高升糖指數嘅食物，係因為高升糖指數食物例如精緻澱粉、珍珠奶茶、糖，所有高糖分嘅食物係比較容易消化而轉成葡萄糖，造成身體出現高血糖水平。呢個係一個身體嘅自然反應，血糖水平越高，佢就會釋放出更多嘅胰島素。而有 PCOS 嘅人，我啱啱都解釋到，你身體入邊嘅細胞其實好多都係一啲生鏽嘅鎖匙窿，所以你越食更多高升糖指數嘅食物去刺激佢嘅時候，你胰島素嘅水平就唔會改善得到。第二點其實就係要解決宮寒呢一個問題。咁我諗睇過我以前精宮嗰條片嘅人對呢個字都唔陌生㗎啦。點樣知自己有冇宮寒呢個問題？其實你睇下自己手板，佢有冇血色啊，或者你會唔會成日都係面青口唇白？你嚟 M 嘅時候會唔會有 M 痛等等呢啲問題都可以反映出其實你子宮唔係處於一個最好嘅狀態。而最大嘅影響其實係你生活上嘅一啲習慣，例如平時成日飲凍嘢啊。嚟 M 嘅時候，你冇做好保暖，或者夏天成日着啲好暴露嘅衫，長期處於好凍嘅冷氣房，而你又冇去着衫保暖嘅話，其實都會冷親你個子宮，就好似你出邊天氣好凍，你唔着衫都會冷親嘅概念一樣。要解決宮寒呢個問題好簡單，就係我啱啱所講嘅嘢都唔好做之餘呢，我婆婆教咗我一樣對我自己嚟講好有用嘅嘢，係夜晚浸腳呢個習慣。咁浸腳呢一點其實我都有問過中醫係咪一個好嘅建議，佢就用呢一個比喻嘅話，其實人體嘅腳係等於身體入邊第二個心臟。佢就解釋點解成日去腳底按摩嘅時候，啲人都會話足月嗰個器官反應圖，跟住去撳你個穴位嘅時候，你一痛就代表你嗰個器官有問題。最後一點其實就係你本身身體屬於乜嘢體質。咁喺西醫嘅角度，佢會覺得 PCOS 嘅病人係荷爾蒙失調所導致啦。中醫認為好多多囊卵巢性卵巢嘅病人都係屬於脾虛痰濕呢一個體質。首先脾虛其實多數係因為飲食失調啊、生活習慣唔好，例如成日捱夜、工作壓力大，
等等，或者身體本身已經好虛所引致嘅。咁身體陽氣唔夠嘅時候，亦會導致你血氣唔運行。咁子宮作為身體入面其中一個器官，亦會受到呢一個連帶影響嘅。而痰濕顧名思義就係同身體嘅水分有關啦。咁身體嘅五臟六腑運行其實係需要水分嘅滋養。當身體喺運輸水分嘅呢一個過程受到影響，就會導致新陳代謝冇辦法正常運作，而產生一啲代謝廢物。中醫叫佢做痰同埋濕。譬如果痰濕停留咗喺你肝臟嘅位置，可能就會增加你患上脂肪肝嘅機會啊。有時口腫面腫或者四肢覺得好腫嗰啲，其實都係痰濕作怪嘅。而痰濕同月經嘅關係就係因為子宮都係會受到痰濕影響。月經失調同痰濕嘅關係就係因為當子宮附近都有呢啲痰濕積聚嘅時候，佢就會改變到成個子宮嘅受孕環境。如果你身體覺得你呢一刻其實唔適合去孕育一個胚胎嘅時候，咁佢自然就唔會排卵，咁唔排卵嘅話，自然就會冇月經嚟咯。所以一般患有 PCOS 嘅病人其實都有痰濕型肥胖嘅呢個問題。咁你話點樣可以判斷到你成日會口腫面腫，好似我而家咁樣都好腫嘅？或者你油脂分泌好旺盛，你嘅身體同埋成日都似一團嘢咁樣，就係一個叫痰濕型嘅肥胖。咁解決方法其實就係好多減肥嘅產品，例如啲咩五青汁啊、果汁排毒嗰啲，其實都係屬於啲寒涼嘅食物。有 PCOS 嘅病人更加唔應該用呢一啲方法嚟達到減肥嘅效果。第二樣一定唔可以掂嘅食物，其實就係寒濕嘅食物。咁其實你要學識分辨食物嘅屬性啦。譬如蔬果類嘅，有邊一啲生果係特別涼？火龍果、蓮霧、生菜、白菜等等，你可以 Google 一下。而我最中意食又唔食得嘅嘢就係雪糕，都其實唔應該食嘅，因為首先佢有高糖分啦，碳水化合物一定高啦，所以升糖指數一定高，再加上佢本身係一啲好凍嘅嘢，所以其實對你身體保暖都會有影響嘅。我平時煮菜或者煮飯嘅時候加啲薑落去，咁平衡翻佢呢個屬性嘅。我另外仲要會做嘅一樣嘢就係我朝早而家會係榨薑、檸檬、蜜糖汁。咁其實主要做法好簡單嘅啫，嗰啲薑我多數係攞嗰個刨嚟磨咗做薑蓉之後呢，咁我就加少少蜜糖落去啦。咁檸檬汁係純粹一個 add on，因為我平時都會飲檸檬水啦。呢一個類似 shot 咁嘅嘢呢，我而家每朝都會飲嘅。同埋你飲完之後，你就會覺得你個身體即刻都好暖。最後要減肥，一定離唔開要做運動㗎啦。咁我以前就會成日都會去做 gym， 跟住逼自己即係食得好清淡，同埋一定要去做運動。咁其實呢個對於自己嘅心理壓力嚟講都係會有一個負擔嘅。我而家返工要返深圳，所以我平時一定行路一定過1萬步㗎啦。跟住你可以選擇做一啲你自己覺得你可以持續性，即係可以養成一個習慣嘅運動。我冇可能4-5日。即係一個星期4-5日都去舉重嘅話，咁你就唔好將呢一個變成一個目標咁樣，因為如果你成日要逼住自己去做，即係唔係你自發性想去做嘅一個運動，其實係對於你身體嚟講係一個好大嘅負擔。一個好好嘅入門班，或者你想重新建立翻你做運動嘅呢一個習慣，其實我好中意 YouTube 呢一個 channel， 推薦俾大家。佢有好多唔同分鐘長度嘅運動啦。咁我好多時候，我即使好唔想做運動，其實我開咗去聽住佢一路做嘅時候呢，佢多數 Kelly 完身嘅時候呢，我都會起身開始跟住去做㗎啦。咁希望我今日嘅分享到呢一度對大家都有幫助啦。咁我知道其實 PCOS 呢一個病係科學家到而家雖然都話係冇一個完全根治嘅方法，但係我由3月到而家，喺冇食藥嘅情況下，其實我都嚟咗6次月經，所以我覺得改變生活嘅習慣其實對於控制病情係有好大嘅幫助。咁希望呢一條片對大家有用，同埋可以鼓勵到你哋唔好放棄，因為我知道有呢個病嘅時候，我都覺得好似晴天霹靂咁，因為好似啲人就會話嚇，咁你係咪生唔到仔啊？點解你成日咁肥都減唔到肥啊？性嗰啲我都會因為唔想解釋而唔會理佢哋。同埋
如果你知道身邊有患 PCOS 嘅朋友，你可以將呢條片分享俾佢，咁等佢知道佢其實唔係自己一個喺度奮鬥緊。因為我都好驚訝，我 post Instagram 嘅時候，原來咁多人都有呢個病，而佢哋都同我講話啊，我身邊都冇人明白我有幾辛苦啊成啊。咁希望如果呢條片對大家有幫助，或者你對呢啲資訊有興趣嘅話，就俾一個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個 channel 啦。我之後都會諗住繼續做同女性健康有關嘅片，因為網上面我覺得呢一類資訊真係好少。所以係咯，下次見。我個口好攰啊〜